若言，别回头，去城门。燕征，怎么会是你？姑娘，您又发热了，奴婢这就去换人。西边还是没有回信吗？还没回。不过姑娘放心，燕家军百战百胜，大将军夫妇亲自出马，咱们姑爷定不会有事。拿纸笔来，我再写几封书信，你交给爹爹，请他立刻发出。姑娘，您这些日子病得这样厉害，还写什么书信？姑娘，出大事了！燕家军函谷关遇袭，大将军夫妇和4位少公子战死当场，只有3公子侥幸逃脱。燕征的腿呢？他的腿没有受伤吧？姑娘怎知3公子伤了腿？他回来求援路上摔下马，军医说这辈子可能都站不起来了。姑娘，快去叫大夫！夫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姑娘病得这般厉害，除了头前请过1次大夫，便再无问诊，难不成真要逼死我们姑娘吗？姑娘，您终于醒了。爹爹，老爷那晚守了您一整夜，大夫说您是心病，老爷便说豁出这张老脸，也要求皇上退了这门亲事，方才已经进宫了。不行，不能退。姑娘，我这几日天天做着噩梦，梦里燕家满门战死函谷关，唯一活下来的燕征变成残废。父亲退婚后，那燕征居然平步青云，更是在我同平靖侯世子成亲当夜起兵叛乱，平靖侯府满门灭尽，只我一人逃了出去，最后在城门口目睹父亲跳下城楼。来人，备车，我要见爹爹。姑娘莫急，等老爷下朝定会来看您的。那就来不及了，燕征会恨楚家，爹爹会死的。大姑娘，您怎么出来了？身子可好些了？楚中大哥，劳烦送我一程。燕大将军英灵不灭。姑娘，想是知道燕家军要回来了，提前给他们送信。拥有这样的人心，若说燕家会反，谁会信？父亲，妍儿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？真是胡闹！你身子还这么虚，怎么能出门见风？楚中玉露，与他们无关。爹爹，是女儿有话要同您说。有什么话回家说去。若是担心你的亲事，那就不用说了。这门亲事本就是皇上御赐，也没问过你的意愿。现在燕家出事，为父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你嫁过去，你就放宽心吧。爹爹，女儿想清楚了，这门亲事。燕家军还朝！燕家军还朝！燕大将军回来了。不是说还有几日吗？怎么提前到了？燕征和梦中一样，眉似利器，目若点漆，可他的眼睛好冷，周身死气沉沉。燕家3子燕征携父母兄弟6人，并10万燕家将士还朝。燕家忠义，燕家忠义。皇上有令，燕家军英勇作战，实为大圣楷模，特免还朝之礼。3公子，快请回府歇着吧。谢主隆恩。燕征他是故意提前归来，故意伏官至宫门口，为的便是让这悠悠众口挟持上意，让高高在上的皇帝不得再追究战败之责。怎么了，妍儿？身子又不舒服了？爹爹，不退亲了，不能退。好了，有什么事等为父回去再说。好，都依你。今日为父不提退亲的。只要不退亲，便暂时不会和燕征结仇。姑娘，您快看！今儿府里只出来您一辆马车，夫人不会是在等您吧？慈母之心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哎呀，若言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大姑娘，您可让夫人担心死了。这么弱的身子，还一声不吭地说出门就出门，夫人为了您，早膳都没用呢。
母亲这话折煞若言了。早前若言病重，身边的丫鬟去求母亲请大夫，却连您的面都没见着。若言以为您忙于内务，所以这次也就没有知会您。张妈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都是老奴的错。早前大姑娘院里的玉露是来过，老奴想着大姑娘身子康健，不碍事，便没禀告夫人，请夫人大姑娘恕罪。糊涂东西！大姑娘院里的事儿也敢怠慢，等下自己去刑房领10鞭子，长长记性。母亲真是公正严明。楚若言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刚醒就去求父亲退亲，不就是怕嫁去燕家吃苦头吗？我家姑娘不是。兰儿，胡说八道什么？咱们国公府岂是那等势力之人？你大姐姐只是年纪小，初逢大事没个主意，还不快道歉！燕家满门战死，她竟要退亲，趋炎附势，哪里配得上燕家？三妹妹如此大义凛然，那不如你嫁。还有诸位，若言正愁嫁过去没人侍奉夫郎，不如诸位将家中爱女小妹送来，若言一律以贵妾待之，如何？何况若言从未说过退亲，三妹妹不知从何处听来的风言风语，传出去，若言名声受损事小。若让皇上误以为我楚家忤逆赐婚有了别的想法，那才是百口莫辩。闭嘴！今日是楚国公府治家不严，让诸位看了笑话，都散了吧，散了。姑娘，无妨，老毛病了。夫人和三姑娘明知道您大病初愈，又去宫门走了一遭，还将您堵在大门口这么久，简直太过分了。燕家那边怎么样了？女眷哭昏一片，五少夫人姚氏还闹着殉情，被娘家接走了。老太君也病倒了，御医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外头都说怕是不好。老夫人脉象微弱，唯有千年野山参吊命，否则……世子病重，这参不能让。玉露，马上到账房支200两，去回春堂买千年野山参。姑娘身子又不好了。不是，此药我另有用处，你全钱买回来先放着。大姑娘，府上有贵客登门，夫人请您去正厅。夫人从不带姑娘见客，这次多半不是什么好事，把药匣看好。这位就是楚大姑娘吧？果然标致，一见就喜欢的紧。这是永定伯夫人，这是她嫡女卢媛，比你小2岁。媛儿见过楚姐姐。夫人，卢姑娘，今日来是有件事要麻烦你。楚姐姐，家兄病重，急需姐姐昨日买回来的千年野山参，国公夫人已经答应，还请姐姐将要让与我兄长。让？永定夫人放心，咱们大姑娘最是心善，怎么可能眼睁睁看世子受苦？她肯定会同意的。若真是永定伯世子病重，若言自然不能见死不救。当然是真，我儿卧榻多时，满京城都知道。是吗？可若言怎么听说昨日世子爷在天香楼为舞姬包场，一掷千金，豪气的紧呢？楚姐姐，你从哪儿听来的？楚大姑娘想是听差了，我儿病重，怎可能去天香楼那种地方？外边风言风语，做不得数。我亲眼看见哥哥昨日一整日都躺在床上，没有外出。我们自是相信伯夫人的，当务之急还是请大姑娘把药拿出来，免得耽误世子病情。楚姐姐，求求你了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哥哥没这药就活不成了。楚大姑娘，我儿一命全卸在你手上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只要能做到，我们都尽量满足。混账东西，赠药救人是本分，谈什么条件？
母亲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哼，我再不过来，国公府的清誉就要被某些人毁了。国夫人放心，既然老身在这儿，这药你们尽管拿。不行，大姑娘，你胡说什么？怎好当众顶撞尊长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不行。母亲息怒，大姑娘只是一时糊涂。楚大姑娘，人之行莫大于孝，你怎能这样对长辈说话？祖母容禀，若言近来身子不适，这千年野山参也是等着救命的灵药。哼，你眼下好端端站着，哪有半点病样？依老身看，你就是不想赠药，顶撞犯上，忤逆不孝，真是缺乏管教的野丫头。祖母，孙女的生母走得早，可继母进门后日夜教导，未敢懈怠。您怎能怪在母亲身上？母亲，大姑娘的教养还是好的。闭嘴！不要以为嫁去燕家就有了靠山，你未来公婆叔伯都没了，就剩一个瘸子，撑得起什么门楣？是你自己一意孤行要嫁过去，日后别指望娘家补贴，更别想从你爹这儿捞半点好处。祖母教训的是，若言日后嫁过去，定不敢再踏进楚国公府半步。说什么糊涂话！你是我楚怀山的嫡女，谁敢不叫你踏进国公府半步？老爷，母亲的意思是，本国公有眼，方才一切已看见了。永定伯夫人，小女病情严重，实在不便让药，请回吧。告辞。老大，你来得正好，看看你这个女儿都被宠成什么样子了，连我的话都敢不听。母亲，言儿方才已经解释过，那千年野山参是她救命用的，您非要逼她让出来，难不成自家孙女的性命还比不上一个外人吗？还有你，言儿的身子母亲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她这些年哪一日离得上药，你就在旁边干看着。老爷，国公爷，大姑娘气色饱满，巧舌如簧，实在不像病重。你胡说！国公爷，我们姑娘真的病得很重，昨儿从宫门口回来还呕了血，是姑娘不想您担心，才让奴婢瞒着。什么？还呕了血？爹爹，已不碍事。傻闺女，这还有什么好隐瞒的？楚中，拿我的牌子去请张院判。老爷，张院判一来一去，恐耽误病情，不如先请府上程大夫，真有难处再请不迟。大姑娘体虚寒重，血气逆行，是寒症又发作了。好在不算太晚，服几味灵药便可好转。夫人，送送程大夫，母亲也请先回吧。哼！方管事让你见笑了，你也看见了，并非国公府不肯让药，实在小女病重，也需此药救治。燕老太君的病，恕我无能为力。燕家，国公爷顾虑，老奴明白。只是老太君已无二法，张院判说没有此药，最多3日，还请国公爷念2家姻亲之缘，赠与半付，皇家商号3000两。父亲，我女儿的命，莫说3000两，3000万两都不换。三公子还说，只要国公爷点头，燕家可以退亲。言儿，若让出半副药，对你的身子……不行，爹爹，女儿是说药可以让，但这门亲事……大姑娘放心，老奴以性命担保，三公子一诺千金，绝不毁约。燕家3世3公以信立誓，此事你莫怕。此事干系重大，还是等双方人齐再做商议。大姑娘怕是不知，燕府大将军夫妇以下4位少公子阵亡，老太君昏迷不醒，5少夫人回了娘家，如今只剩3公子和2少夫人在灵前跪守，还有1位刚满5岁的孙少爷。大姑娘总不会想让我们孙少爷来同您谈退亲吧？方管家误会了，若言之意是若言不愿退亲。什么？言儿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父亲，聘礼既下，婚书已成，又岂有退回之理？你未曾听错，楚氏嫡女若言
愿嫁燕家三郎。大姑娘，那燕家如今什么境况，你可知道？唯一能撑门庭的男丁也伤了腿，燕家主动来退亲，这是天赐机会。心善是好事，可因同情嫁过去，不是长久之计。父亲、母亲，若言并非同情燕家，那是为何？若言其实倾慕燕三郎已久。青木，你何时见过他？去年元宵，望霜楼上，三公子从一群纨绔手中救下一名孤女，施恩不忘报。那一眼，女儿便暗暗发誓，此生非君不嫁。先前老奴不知大姑娘心意，多有得罪。方管事不必如此。玉露，带管事去取药。言儿，你可知燕征腿有残疾，大夏祖制，残缺者不得入室。燕家这条路怕是到头了，你嫁过去是受苦。女儿任性，给父亲添麻烦了。罢了，既是你的选择，为父不拦，只记得今日之后想回来，国公府永远是你的后路。女儿记下了。少公子动快了吗？不饮不食不语，谁来吊唁他都像钉在这儿。身上还有伤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公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楚国公府那边呢？药拿回来了，退亲应当成了吧？整副药都拿回来了，可亲没退成。少公子，楚大姑娘说她心仪您已久，绝不会退这门亲事。她说什么？她说去年元宵在望霜楼见您救下一名孤女，自那时便倾慕您，此生非君不嫁。老奴想，定是老爷夫人在天有灵，保佑您得遇良妻，患难与共，白首不离。孤女倾慕。少公子，大姑娘好福气，嫁妆体面，入了燕家也不失身份。京城店铺12家，良田200亩，还有别庄2处。夫人这是转性了，竟给姑娘备这么丰厚。再仔细看看，姑娘，这些店铺掌柜、田头、庄头怎么全姓姜？看出来了，都是夫人的人，东西写给您，你也使唤不动，又不能全换，这不等于白拿？要不要同老爷说，把卖身妾拿来？总不能两手空空嫁过去吧？大姑娘，承恩侯府的表姑娘来看您了。若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那继母又逼你？否则怎会让你嫁给燕三郎那个瘸子？好姐姐，小点声。怕什么？我早看他不顺眼。我娘也说他比不上大舅母半分，全是大舅父心软，才娶了这个祸害。先说亲事，我刚进府就听说燕家要退亲，你不答应，是真的？是真的。你脑子没进水吧？去年元宵灯会你跟我一道，半路就回府了，哪来的一见倾心？你不会真听了外头英雄救美的话本就动心了吧？那燕三郎救下的孤女，你可知长得像谁？像谁？像他大嫂荣山，荣太傅之女，嫁给燕家大郎。几年前难产，燕三郎为了救大嫂，强行扣留名医，甚至不惜用自己的血做药引。当真？我丫鬟小婵的远房舅公那日就在燕家当值，亲眼见燕大郎打了燕征一巴掌。荣山死后，燕征还要那10几个大夫陪葬，若非燕大郎拦着，当日就要出血案。表姐好意，若言心领了。可燕家长嫂已故，一个孤女无依无靠，燕三郎若真喜欢，纳入房中便是，左右碍不着什么。燕家正在风口浪尖，我若退亲，必被千夫所指。何况宫里也乐见其成。真是委屈你了。好在燕家要守孝3年，这门亲一时半会儿成不了。小婵，把东西抬进来。这几乎抵得上一个小妇人家的嫁妆了。我娘说，当年她和大舅母约好，等你出嫁，单独给你备一份嫁妆。继母已成舟，你就收着。表姐，这太多了，拿着。我娘说，燕家如今的境况，上上下下都要使银子。燕三郎性子孤僻，不好相与，你有银钱傍身，总能安心些。替我谢过姑母。
你去城中最大的药铺买些安心行神的药，再把这2张银票送去燕家，交给今日过府的方管事。是，小姐。大将军燕续无子一女，府中如今由2少夫人李氏商贾出身。姑母，这一次一定查清楚。姑娘，燕家收了药材，银票没收。他们还剩这点傲气，歇着吧。宫里急召国公爷进宫。燕老太君出事了，皇上昨夜亲临燕府，撞见老太君拿剪子刺进燕征左肩，他口口声声喊报仇杀灾星。这皇上念朝廷有负燕家，准风光大葬，又赐侯爵享实禄。老太君还能动手，是不是命保住了？千年参有用，只是神智受损。皇上还说2家婚事提前，燕家如今缺主母料理，且大婚可安抚燕家军旧部军心，特令提前。妍儿，为父只问你一句，你是否心意不改，仍要嫁给燕三？爹爹，女儿要嫁。恭喜国公爷良缘喜地，皇上说这些便当给楚大姑娘的贺礼。多谢皇上，臣女今日之后定谨记教诲，辅佐夫君料理后宅，不敢懈怠。楚大姑娘懂事，既然无异议，老奴还要去燕家宣旨。喜事宜早不宜迟，就定明日由礼部会同司天监操持。明日？多谢皇上，多谢尹公公，请公公吃盏喜茶。那咱家也沾沾楚大姑娘的喜气。简直欺人太甚！爹爹，女儿心愿得偿，该高兴才是。傻丫头，为一时情爱所迷，今后要吃大苦。罢了，夫人，帮她准备，别真出岔子。大姑娘正好。姑娘穿喜服真美，只可惜太仓促了。别哭，我有件事要问你的意思。姑娘尽管交代，奴婢就是上刀山下火海，也替您办成。说什么傻话！刘叔的儿子刘敏，你见过？人在父亲书房伺候，性子憨厚。你若愿意，我做主把你指给他，成亲后去庄子上，有刘叔照应，我再添200两银子。姑娘，您这是要赶奴婢走？奴婢不走，奴婢绝无非分之想，只愿跟姑娘嫁过去，伺候姑娘。好了，不嫁就不嫁，别伤着自己。到了燕家，一定谨言慎行，千万不可得罪人。奴婢明白。姑娘，该梳妆了。竟真要嫁人了。大姐姐，这是八宝轩新打的芙蓉面，给姐姐添妆。又花了你多少月钱，让你母亲知道该骂你了。这些本就该是姐姐的，母亲这些年克扣姐姐的远不止这一套。若因不过替母还债，你也别只顾我。你母亲让你进宫的事。大姑娘，花轿到了。欺人太甚，便再艰难，也该派个人来。别说了，国公爷见谅，将军府忙着丧事，实在抽不开身。礼数都到了，新郎官也在喜堂候着，断不会委屈楚大姑娘。妍儿，自己保重。为父还是那句话，楚国公府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女儿记下了。哪家嫁女？好大的阵仗！楚国公府嫁去燕家，那不是嫁给个瘸子？瘸子怎么了？燕家为国捐躯，皇上都赏了安宁侯。安宁侯，新娘子到。罪臣燕征，谢皇上天恩。姑娘，多少吃点吧。姑爷出去答谢宾客，也不知多久回来。您1日没进食了。不必，你也累了一天，下去歇着。那奴婢把糕点放这儿，姑娘饿了就吃。大婚还不忘向皇帝做戏，燕征，你果真心机深沉。
你就是我未来的三婶婶吗？是，你就是文景。那你喜欢我三叔叔吗？文景乖，快出去。哎呦，孙少爷，你怎么跑到新房里来了？奶娘，三婶婶她是不是不喜欢我？三少夫人，老奴说句不该说的，孙少爷可是世子留下的唯一血脉，连三少公子都宠着。奶娘误会了，若言也很喜欢文景，对不对啊？燕家果然没一个省油的灯。你也算看见我成亲这一日了。你在记谁？将膝盖揭了吧。这恐怕不合规矩。战场上最忌拖泥带水。妾身处事若言，见过侯爷。更衣。侯爷，歇下了吗？寿安堂那边又闹起来了。夫君，妾身陪您一道去吧。走开！不许伤害我儿！祖母，没人要伤害公爹，您先把东西放下好吗？胡说！我亲眼看见有人要害他，好多血！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要害他？三弟，你可算来了！快，祖母又发作了。老太君，您看，大将军他来了。老大，快过来，让我瞧瞧。不对呀，老大，你怎么瘦了？你不是我的老大，你是谁？小姐，祖母，是我。是你？怎么是你这个灾星啊？活下来的那个人为什么是你呢？以后收好。是，赶明儿我就把祖母房里的东西全换成木质的，再闹腾也伤不到人。这位就是三弟妹吧？真不好意思，新婚夜还这样搅扰你们，二嫂言重了。姑娘，姑爷也太不把您放在心上了。更衣，去前堂。三少夫人，三少夫人，方管事，若言想来祭拜一下父兄，大将军、夫人，还有诸位兄弟。若言既嫁他为妻，便是燕家一份子。他若苦海回头，我自患难与共；否则，就请诸位原谅。方管事，若言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请教不敢当，少夫人请说。方管事，若言想知道从前府上侯爷的处境如何，是否不招老太君喜欢？实不相瞒，不仅老太君不喜侯爷，以往大将军和夫人在时，也常常忽略他。什么？侯爷是燕家最出色的孩子？少夫人可知护国寺了空大师？知道，他最懂相面之术。侯爷周岁时，大师断他孤星入命，六亲缘薄，一生行克父母兄弟。什么？所以老太君才称他为灾星？方管事，老人信命倒也罢了，可大将军，公爹为人正直，母亲也是巾帼英雄，难不成也因为这一句批言，就对亲生儿子心有芥蒂？此事有多少人知道？除了主子，也就老奴一个人知道了。此事出你口入我耳，绝不能再有第三个人知道。这少夫人身上的气势好凌厉，竟和侯爷有些像。玉露，去买药，回春堂金疮药、济善堂大葫芦丸，还有玉露散，都买些回来。姑娘从前不是不吃这些，又备着。是啊，我这是做什么？姑娘，若有一个人将来会对你家人不利，可眼下还未真正伤害你们，你会如何？当然是弄死他啊！若弄死他，另一些无辜的人也会跟着倒呢。那就先等等，先等燕家转危为安。去吧，银子还够吗？姑娘放心，陪嫁和宫里赏的还有几千两呢。三少夫人，您快去花厅看看吧，我们夫人被堵住了。带路。二少夫人，
我们敬重将军府，可也得给我们口饭吃吧？小本买卖，经不起这样赊账，先把欠款结了。我家的衣裳料子不多，200两，还有我家半年几十头猪，打个折扣80两。请大家放心，燕家绝不会赊账，银子一定会给大家。二少夫人，敢问府上账面还有多少银子？还有500两。500两，我明明有钱都不止，你们拿什么解？都闭嘴！三弟妹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来请教二嫂，昨儿不是说给祖母换摆设？我问了人，紫檀木不错，黄花梨也不错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三少夫人是要给老夫人换一套紫檀木摆设？谁说一套？我要换整个屋子。怎么，你们木材铺供不了，那就换供得上的来。王记木行供得了。三少夫人要多少套？什么木料？紫檀木、黄花梨木，先各来一套打样。若好，老太君屋里和本夫人的新房全换。三少夫人，这一套至少1万两起步，将军府当真拿得出来？这些够定金吗？够了。钱掌柜，你不做生意别碍着我们。三少夫人是楚国公府大姑娘，区区几千两还能真欠着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二少夫人，咱们衣料还是年底结清，您看可好？好。外边瞎传我也不要了，两位少夫人别见怪。好弟妹，这次多亏你，不然我真不知如何收场。二嫂先别慌，人走了只是暂时。可你方才说两屋摆设，手上真有那么多银子吗？那可不是小数目。我自有法子，倒是府上账目，二嫂得尽快盘清。今日是红走了，难保他们今日之后不再来，更怕有人趁乱浑水摸鱼。管事账房都进来，把这半年的采买、赊账、库银全部盘一遍，今晚前列清单给我。是，小的这就去。你去门房交代，今日来过哪些人，谁带头闹事，全记下来。是夫人。二嫂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放心，我没事。忙点好，忙起来就不会胡思乱想，日子也能挨得快些。二嫂，有事尽管吩咐，若言能做的，一定做到。姑娘，奴婢听说您要买两屋摆设，奴婢说陪嫁还剩几千两，不是几万两啊！我知道，木具的钱不从陪嫁出，不拿陪嫁从哪里出？总不能指望燕家账上那500两吧？母亲不是送了12家店铺，200亩良田，还有2处别庄。姑娘，田头掌柜可都是夫人的人，让他们拿钱，那不是铁公鸡拔毛吗？不错，正是铁公鸡拔毛。大姑娘，小人听说您急着使银子，我们胭脂坊不敢含糊，出100两。你们呢？小人80两，我们50两。今年生意不景气，勉强20两吧，账没收回来，实在没钱。江掌柜是老人了，帮若言算算，共有多少？约莫500、600两。大姑娘嫌少，小人还能再凑几十两。听起来各处铺面都亏损的厉害，维持已是不易。是，生意难做，我们勒紧裤腰带几十两已不容易。既然如此，亏损的铺面就都关了吧，左右赚不了几个钱，何必让大家白辛苦？大姑娘误会，不是连年亏损，只是账上没现银。若真急用，小人们咬牙凑凑2000两，您看如何？2万两，1分也不能少。夫人，大姑娘胃口太大，若不答应，她便要关店。那些铺子明面上已入了陪嫁，真叫起真来，小人们不好处置。江爷说还是请夫人拿主意。这么一点小事，也值得慌？可他开口就是2万两，你就不会先应承下来，再拖他3、5个月？可大姑娘若真关店，急着要银子的是他，真把店关了，他上哪儿找银子？不过是吓唬你。夫人英明，小人这就回话去。姑娘，江掌柜他们回话了，愿意拿2万两出来孝敬您，买木具的钱有着落了。傻丫头，他们这是玩拖字诀。不会吧？他们说的信誓旦旦的，可曾说几时送钱？奴婢这就找他们理论。慢着，人家又没说不给，
你问期限，他们到期也能说周转紧，账款没结。你辩得过生意场上的老油条？那怎么办？要不到银子，姑娘在二少夫人那儿说的话可就……全部誊抄一份，带2个人去鬼市问价。姑娘要把这些田铺别庄全卖了，别找小作坊，找吃得下的大主顾，明说即出，可不容易拿稳。我们少要1、2成，但出让之后概不退货，防着小江氏反悔。地下交易场里总有不怕江家的。侯爷忙完了，今晚在家用饭吗？去小厨房备菜。是。侯爷可有什么忌口？喜咸口还是淡咸？都可。侯爷，妾身过府前听闻您左肩被老太君误伤，便让人买了些药。您要试试吗？放着。你不亲自来？妾身手脚重，侯爷多担待。侯爷，怕吗？不怕。是吗？那就是看得不够清楚。侯爷，您抓着妾身的手，疼。不准哭。上药。是，妾身不哭。侯爷还是先穿上衣裳，免得着凉。你先出去。是。公子，您是不是多心了？少夫人或许真是因为倾慕您，所以才……你见过几个人看到这些伤还能稳得住？那公子方才为何不乘胜追击，逼他吐露实情？他若真有问题，迟早会露出马脚。属下明白。姑娘，有消息了，鬼市有人愿意出10万两银子，条件呢？要姑娘亲自去谈。对方是什么人？不知，只听说叫白小阁。姑娘，这名字听着就不像正经地方。全天下最大的情报网，敢接就说明他们知道这烫手。那咱们还去？去，备车，明日一早。这10万两必须拿到。谈生意上2楼，买情报上3楼，买人买命上4楼，其他请回。姑娘，要不算了。走。燕家3少夫人，请坐。既认得我，便长话短说，你们愿出10万两买我的陪嫁。不错。铺子、良田、别庄加起来不止这个价。少夫人说得对，可这些东西后头牵着楚国公府的亲家，接了要见官见血，白小阁总不能白出力。我如何信你们能善后？卢世子欠赌场巨债，又害了河官清白，我们爷说吊3天3夜，没死再送回永定伯府要钱。10万两成交。少夫人，我们爷还送您一条消息，燕家这次被逼着要账，背后指使之一就是树上那位。还有其他人？抱歉，这是另外的价钱。若哪日愿意开价，请知会若言。阁主，属下应对可还得当？还行。楚淮山古板无趣，生的闺女倒有趣，让他去查，真查出来了，咱们再添一把火。姑娘，吓死我了！刚才那位卢世子嘴唇都白了，不会真被吊死吧？记着，方才你什么也没看到，即使看到也忘了。奴婢不敢传出去，可明日回门，夫人知道了会不会找您麻烦？那就看白小阁手脚利不利索了。你们知不知道这是谁家的产业？这是江家的，是楚国公夫人家的。夫人，你可要做主，那是每年10几万两的进项啊！定是那个小贱人干的，田产地基都让他带走，只剩你们的卖身契，顶什么用？夫人，
他这是打您的点，真让他得逞，以后还不爬到您头上。明日回门礼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跟家里交代。父亲的话，二妹妹的琴另放稳些，其余按名帖分好。做这两。侯爷这是陪妾身回门？本侯不该陪夫人省亲。侯爷用的什么香？妾身竟闻不出来。是他送的。侯爷说的可是荣家嫂嫂？你若闻不惯，以后换了便是。安宁侯到。小婿见过岳父岳母。若言见过父亲母亲，几位妹妹？都起来吧，安宁侯行动不便，先进屋再说。这是给父亲的松鹤展翅图，二妹妹的交尾琴，还有母亲、三妹妹与各位长辈的薄礼。我们也有。安宁侯夫人太客气了，都是夫君命我准备的。夫君说从前未到国公府拜会，今日第一次来，总不能两手空空，怠慢长辈。姑爷有心了，走到书房坐坐。若言，听说你刚过门，就将国公府给你的陪嫁都变卖了，可有此事？正是，我变卖了陪嫁。若言，不是婶娘说你刚过门就卖嫁妆，未免寒了你母亲的心。听说那可都是大嫂一件一件替你备下的。各位叔叔婶婶有所不知，将军府如今实在艰难，要债的堵到门口，险些逼死我二嫂嫂。我既嫁过去，断没有袖手旁观的道义。你也太不容易了，为何不早回娘家说？大哥不会不管。若言说过，可陪嫁铺子的掌柜都说家中也十分艰难，未免父亲母亲为难，我只能卖嫁妆。大嫂，您向来宽厚，可底下人欺主，今日之后怕不好管家。若言可是国公爷心尖上的女儿，这事儿传到他耳朵里，下来我自会查清。真有欺主恶奴，定会重罚。娘亲，大家是在说没银子吗？可前2天还有好多人往府里搬银子呀。小孩子不懂事，大嫂莫怪。大姐姐，听说燕老太君疯了，是真的假的？三妹妹，甚也，看来是真的。你虽没婆母伺候，可照看一个疯癫老人也不好受吧？若言，你干什么？三妹妹口无遮拦，我替母亲教训她。我自己的女儿自己教，用不着你动手。好，既然母亲不许我以长姐身份教，那便以安宁侯夫人的身份教。你什么意思？嫂嫂消消火，今日大喜，先坐下。安宁侯还在府里，可别闹得难看。燕家满门忠烈，老太君白发送儿孙，才落得如今境地。这样的人，轮得到他拿来取笑？大姐姐说的没错，母亲，您太纵着三妹妹了。燕家忠烈是天子褒奖过的，燕老太君何等身份，岂容三妹妹智慧？若传出去，京城一人一口唾沫，也能淹死她。既然你这么心心念念天子，那今年的选秀，你就非去不可了。谨遵母亲吩咐。二妹妹，你当真要入宫？大姐姐没发现我的丫鬟碧烟不见了吗？是你母亲？是。碧烟劝我不要进宫，被母亲听见，活活打死了。这府上，我一时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她既想让我进宫，我便如她的意，那样再也不会有人因我而死。有心事？没什么。若真没有，最好别摆在脸上，喜怒形色会吃大亏。多谢侯爷提点。侯爷，礼部司宋大人来了。姑娘莫想了，二姑娘这事儿你也未必帮不上。若因自小安静，这性子进了宫，能有活路？可夫人是她亲生母亲，二姑娘又点了头，就算告诉国公爷，怕也拦不住。选秀还有几个月，只能慢慢图之。少夫人，王继木行送打样来了，您可要去瞧瞧？三少夫人，小的们日夜兼程，打了2套样板，您看可满意？三弟妹，有件事，这些木具要不先买一套，
公爹他们快出殡，里外都要银子，不是白拿，我给你打欠条。二嫂嫂不必打欠条，我这里还有3万两，你先拿去置办，不够再说。那这些木具也得买。那日那么多人在场，若将军府出尔反尔，反倒惹人猜疑。才停棺几日，出殡日子定了，请护国寺了空大师看过，5天后坟地也在定。今儿宋大人来就是为这事儿。了空？坟地定在哪儿？京郊邙山吧。祖母说，公爹生前盼着死后葬在地陵旁边，生生世世守着大夏。是紧挨先帝陵那个邙山？对，就是那儿。我想起祖母说过，公爹在世时就说希望死后葬在地陵旁边，生生世世守着大夏。不行，绝不能葬在那里。5日之后，不是7日内，那地方会出大事。既然都定下了，下官这就回去准备。大将军夫妇一生柔马，死后也不肯兴师动众，委实令人敬佩。侯爷，夫人过来了。侯爷，何事？昨夜妾身做了个梦，梦见公爹。公爹说他久在沙场，未在母亲跟前尽孝，想在府上多留一段时日。想留多久？7日。不可，5日之后出殡是了空大师算过的良辰吉日，更改不得。了空大师有何不可？安宁侯，了空大师乃神僧，但凡违逆他的话，从来没有好下场。是吗？那燕家如今又是个什么下场？难道就因夫人一句梦语，便改出殡之日，未免儿戏？他说了，大将军托梦，何来儿戏？既然侯爷执意如此，下官只能如实禀告上峰。此事重大，想来皇上也会过问。送客，请。这安宁侯夫人有点意思，一个梦竟能叫他夫君改主意。皇上，众臣出殡皆告请上天择定吉凶，贸然更改，只怕对燕家不利。对燕家不利，你着什么急？王爷有所不知，燕家丧事全城百姓都看着。礼部昨日才贴告示，届时必有百姓祭拜。且日子是了空大师看过的，随意改了，只怕触怒护国寺。本王倒不知护国寺的手伸得这么长，连臣子家事都要管。九弟，小心说话。臣弟只是觉着可笑，燕续的丧事本就是他儿子说了算，何况如今也只剩那么一个儿子。刘侍郎宋思务这般心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也姓燕。到底是燕家家事，由他们去吧。尹顺再颁道旨，赏安宁侯夫人玉秀坤元牌匾。奴才遵旨。三郎，你什么意思？如今得了爵位，就全然不顾弟弟妹妹们的死活了吗？擅自更改出殡时辰，那是犯大忌讳，轻则全家倒霉，重则抄家灭族。是啊，三郎，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同我们商量。就算我家老爷在外地，还有二爷在啊。二夫人、三夫人，稍安勿躁，这件事……主子说话，有你张嘴的份儿吗？燕三，今日不给我们一个说法，休想我们离开。说法？三堂兄，此事关燕家未来，你若给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，就别怪兄弟们不讲情面。你们随意。叶三郎，你不就是仗着燕巡从前护着你，否则……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提他的名字？燕三，你疯了吧？难怪二堂兄他们都说你是个疯子，竟还敢动手伤人！婉儿，你怎么样？大夫，快叫大夫！放肆！高声哭闹，也不怕惊扰了兄嫂？老爷，二哥，你可算来了，这件事还得你拿主意。不成器的东西！三郎，二叔知道你这些日子不容易，二叔忙于翰林院公务，没帮上你什么。可擅改出殡时辰是大事，不仅大哥嫂嫂地下不得安宁，也可能毁了燕家一门前程荣辱。你不能擅作主张。二叔有理，侯爷此举全因妾身一个梦境而起。你一个妇道人家，莫要插嘴。老爷有所不知，就是这新进门的处士说梦见大哥了，说大哥要留在府上尽孝，这才叫三郎改了时辰。
这话我只在书房同宋大人提过。荒唐！三郎，二叔是在好好同你说，你若听不进去，二叔只能上达天庭，请皇上为燕家做主。圣旨到。二爷，您看，这怎么还闹到皇上跟前了？不会真要出事吧？少夫人，您看这……别乱，设香案，摆香炉，先接旨。燕长史怎么也在？见过尹公公，下官来拜祭兄嫂。公公明察，我家老爷听说三郎要改病期，立刻赶来规劝，可三郎执意不听。臣妇也是替自家老爷来的，还望公公明察。燕家的家务事儿，关上门慢慢说。眼下先接旨吧。三郎，平日任性也罢，如今还不跪下接旨？燕长史慢着，这圣旨不是给安宁侯的。安宁侯夫人，接旨吧。臣妇处事，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楚国公之女楚氏，翠如灵慧，德配苍穹，秦府夫君，管理后宅，女德显著，特赐玉袖昆元匾额1块，钦此。臣妇处事，谢主隆恩。夫人看看挂在哪里合适，咱家这就命人挂上。公公稍等，皇上是不是还不知道他们夫妇擅自更改大将军出殡之期？薛夫人慎言，天子在上，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公公面前胡言乱语什么？还不退下！燕长史、李夫人，你们虽是大将军亲戚，可到底各自吩咐。将军府的事不好插手太深，你们说是吗？多谢公公提点。老爷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那你还想怎样？没听见尹公公的话，皇上都发话了。可皇上没明说，只给了块匾。大将军虽没封爵，却想一等国公分立。如今人走了，你就不想往上靠靠？若真权给三郎，何必只封个安宁侯？这说明隔房未必没机会。放心，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完。老爷有法子。不是还有母亲在吗？侯爷书房里伺候的都有谁？侯爷喜静，除了孟阳，只有打扫的小厮阿才，外院常随无安。孟阳跟侯爷多久了？你觉得我在查侯爷？少夫人恕罪，老奴只是……今日之事不蹊跷吗？晌午侯爷才与宋大人说定改期，下午2房3房就找上门，消息传得未免太快。老奴明白了，少夫人放心，此事交给老奴去办。别惊动侯爷，先看清楚谁的耳朵伸进了书房。三少夫人，二少夫人庄上有急事，一早就去了。那可怎么办？侯爷不在府上，二少夫人也不在，难道眼睁睁看孙少爷挨罚？我都说了，二少夫人最早有时才回。出什么事了？文景为何挨罚？三少夫人，孙少爷今儿在广文堂同顾相爷长孙还有华御史、陶御史家的少爷起了冲突，夫子说是孙少爷先动手，顾家长孙伤得重，此刻正罚他在学堂外扎马步呢。打群架？顾家已知道了，若没人出面，孙少爷还不知要罚到何时。侯爷和二嫂都不在，我先去看看，若事态严重，再差人禀告。是，三少夫人这边请。三少夫人，并非老朽不卖燕家面子，文景这次欺人太甚。夫子息怒。受儒家教化，学孔孟之道，竟同人厮打，还将顾相长孙顾弘之手腕打折。若非发现得早，只怕整条胳膊都要被卸下来。是燕家管教不严，只是我想先看看文景，可否？顾家带人看大夫去了，若回来发现不在，老朽也不好交代。看可以，人不能走。明白。知错了吗？不知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家奶娘来找我，我就来了。哼，我让他求二婶，没让他找你。你二婶去了庄子，你三叔也不在，怎么办呢？你走，我不要你管。好啦，不笑你，有没有受伤？别碰我！
哎呦，孙少爷别犟了，赶紧同夫子服个软，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不道。你要是真占上风，现在还会在这受罚？是他们，华言和桃子郎偷偷叫帮手，要是1对1，我才不会输。那也是你轻敌，下次料敌于先，一击致命。你不怪我动手？怪啊，你不惹事，我何必陪你晒太阳？孙少爷，您就服个软吧。不道歉。你就是燕文景的二婶，我是华阳的母亲，这位是桃子郎的母亲。你们燕家公子把我们哥打成那样，总得有个说法。打成哪样？我儿鼻血不止，华言一只眼乌青，红至左腕都被打折了。小小年纪下手如此狠毒。我们夫君也曾与燕大将军同殿为臣，若燕家不给交代，我们只能敲登闻鼓，请天子圣裁。文景，你为何动手？不管什么缘由，都不能打人。若有人拿刀砍他，也让他站着挨。可我家哥……陶夫人一再阻拦，莫非真有什么见不得光的话，才让文景对3位公子下手？他们说祖父贪功冒进，还说我爹是草包，大意失守城门，才让敌人有机可乘。陶夫人、华夫人，文景所言可属实，孩子气话，做不得数。气话？2位公子小小年纪便精通兵法，连函谷战局都能评断。既有这等大才，不如请唐夫子出来，也免得耽误了前程。二少夫人且慢，别惊动夫子。方才是我们没弄清，错怪了文景。小孩子打闹一点小事，不值大动干戈。是啊，我们不追究了，不追究了。你们不追究，本宫要追究。见过康和县主，拿几句童言当把柄。本宫告诉你，威胁不了本宫。我儿子的手腕切切实实折了，闹到大理寺也是本宫占理。今日之事，本宫给你们2个选择：一，主动向弘志赔罪，登门致歉，禁足书塾3年，不许踏出宅院半步；二，牵连你亲族，革去其所有差事，逐出燕氏一族。康和县主，这是对安宁侯不敬。什么安宁侯？不过是个扔下父兄逃跑的瘸子。还有你，一个商贾之女，也敢在本宫面前放肆！来啊，掌他的嘴！没事儿。县主三思，这一巴掌下来，可就要家破人亡了。给我打！本宫倒要看看，一个商贾之女怎么叫本宫家破人亡！啊！本宫的脸！三少夫人，您怎么了？您别吓老奴啊！你说她是谁？这是我们安宁侯明媒正娶的三少夫人，楚国公嫡女。若言，什么时辰了？快到晌午了。还真是你，康和县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逼得若言吐血还不够，非要让她死在你面前才满意吗？这里没有误会。什么误会？能把我表妹逼成这样？什么误会？能让县主不顾忠烈女眷命人掌掴？本宫没有打他，不信你们问他。都怪我不好，旁人出言折辱爹爹与祖父，我本该忍忍便罢了，一时冲动才惹出这般祸事。若不是我闯祸，三婶婶也不必为此劳心伤身，平白受这一番苦楚。什么？还敢侮辱叶大将军和叶世子？疯了吗？故乡怎会有这等恶习？简直有辱清明！完了，全完了。走。当真没事？你都吐血了。表姐还不知我这身子，陈年旧疾，吓人罢了。今日若我不在，你打算怎么收场？世家妇里总有与燕家交好的，也总有看不过眼的。真无人出头，还有那么多张嘴，够传遍满城了。你在国公府处处小心，到了燕家还得步步为营。表姐，这孩子是二房堂嫂的儿子薛百清。百清叫人。
见过楚姨，见过文景哥哥。夫人到了。文景，今日错在哪里？若今日来的不是我，是你二婶婶，面对康和县主发难，会怎样？我知错了。想逞英雄，就要先想清后果，承担不了，便不能让旁人替你承担。我明白，以后不鲁莽了。我爹爹说，三叔叔是世上最好的人，就算所有人讨厌他，我也要喜欢他，信他，他一定不会害我。放心，不是所有人都讨厌你三叔叔，至少我不是。那今日的事能不能不告诉三叔叔？就算我不说，他也会知道。怕他罚你？才不，三叔叔舍不得罚我，我怕他以为我学坏了。在他心里，我一直很乖很乖的。侯爷呢？回少夫人，侯爷被老太君叫去了房里。老太君清醒了？回少夫人，老太君今早醒来精气神就不错，好像二房的薛夫人还去看过她。之后我们侯爷回来就被叫过去了。二房薛氏来过？是。还真是不死心，竟敢捅到老太君面前。走去看看。见过三少夫人。侯爷呢？半个时辰前进去了，现在……孽障！你害死你父兄还不够，如今还要拖着全家一起去死，是不是？当初就该听了空大师的，把你扔出去。都是寻儿，为什么非要护着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弟弟？你赶紧去将出殡时辰改回来。不行。你说什么？祖母若训斥完了，燕三告退。燕征，你不改病期，我就一把老骨头撞死在这儿，让你背上逼死祖母的骂名。祖母想怎么死，上吊割腕服毒还是撞墙，不管哪一种，孙儿保证您前脚刚走，寿安堂的人后脚就下去陪您。你敢威胁我？不敢，只是想让您知道，我这个灾星从不受人威胁。坏孽障啊！燕家大祸临头了！公子，查清了，外院常随吴安帝的消息，他堂兄吴超在薛尚书府当差。吴安把改病期的事传过去，薛夫人才伙同三房闹上门。做得不错。其实多亏三少夫人，昨儿出事后，他便让方管事去查了，属下只是捡了现成。他到底想做什么？还有广文堂的事，也多亏三少夫人。华家、陶家的人欺负文景少爷，康和县主也在场，三少夫人当众护住文景，还借势让康和县主难堪。京中有头有脸的人家几乎都看见了，薛灵姑娘也在。康和县主身后是裕王府和顾相府，他不怕。少夫人像是早有分寸，装病、示弱、反击，时机拿捏得正好。明日京城多半都会知道，一个5、6岁的孩子身上有什么可图，想办法把事情传到御史台。公子，不必我们出手了，当时京中有头有脸的人家几乎都看见了，而且少夫人的表姐薛灵也在场，不出意外，明天整个京城都知道这件事。姑娘别担心，姑爷和老太君毕竟是亲子孙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老太君定舍不得重罚他的。他罚不了他。姑娘，没什么。少夫人，吴安的事已查明，消息确是他递出去的，侯爷那边也知道了。交给侯爷吧，他的人本也该他处置。有话直说，不必拘泥。少夫人，寿安堂的动静，您想必也听见了。老奴本不该多嘴，可三少公子打小处境就艰难。方管事，三少公子的事，你只管说。三少公子出生那年，山洪突至，夫人的手帕交安圣长公主为救他，没了腹中胎儿。夫人自此耿耿于怀，待他一日冷过一日。后来周岁批命，说他命硬，老太君、大将军、夫人人人避他，府里公子们有样学样，闯了祸便往他身上栽。老奴们看不过眼，却只是奴才，唯有世子敢在大将军鞭下扑过去，教他兵法，教他武艺。若无世子，三少公子怕早熬不住。
可世子这次也没回来。公子在灵前跪了几天几夜，滴水未进。若不是听闻少夫人要嫁来，偶邂后才肯进食，只怕……方管事放心，只要若言一日是燕家妇，便帮他一日。你觉得他当真心悦本侯？属下不知。嫁进来补贴燕府，替从儿出头，得罪顾家。若是装的，他图什么？出殡之日，再试最后一次。若无异常，就把他赶出去。姑娘，广文堂那事儿闹到朝堂上了，御史骂康和县主言辞无状，武将们跪请严惩。皇上只好褫夺他封号，罚禁足1年。他母亲永阳郡主还进宫自请降罚，说管教无方，倒是个明事理的人。错了，他才厉害，罚本也罚不到他。他先认错，便堵了旁人的嘴，也给以后替女儿求情留路。这些人的心思真复杂，那咱们要提防吗？风口浪尖上，他不敢动，倒是三弟妹出事了，府上的账有大问题。每月都有一笔固定银子给活鱼铺，整整10年，从未断过。我亲自去看，那铺子10年前就关门了。我进府不过4、5年，前头是长嫂料理，可长嫂已不在，无从查起。三弟妹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二嫂嫂，那笔钱1年多少？整整1万两。1年1万两，从前大将军和世子的月俸也不过100两，这可是将近1年的俸禄。负责之前的人可找来问过，是公爹身边的人，只知道姓黄，这次也随他们留在沙场上了。府上如今几无进项，老太君的病、丧事，银子流水似的花，若查不清，我担不起这个责。这么大笔银子不会毫无痕迹，先去活鱼铺。2少夫人、3少夫人，里外都翻遍了，确实没人。至少5年以上没人来过。你是谁？哪家的孩子？乱跑什么？快跟我回家！不，阿妈说半个月没口粮了，再不来瞧瞧就撑不下去了。你要口粮？我想问问，您知道皇叔吗？燕大将军身边那位皇叔？对，皇叔说我们以后也要像大将军一样上阵杀敌，为国立功。贵人莫怪，我们这就走。老人家，皇叔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皇爷是恩人，若不是他每月给救济钱，我这把老骨头和小满早活不下去了。救济钱1万两，贵人说笑了，每人每月3两，也就够吃口饭。来领的人大概多少？算上我们祖孙100来户，300多人吧。300人，每月3两，1年正好1万两上下。你们家人呢？我阿爹在我出生时战死了，阿娘跟人跑了，只剩我和阿妈。你们是军眷？不可能，朝廷征兵，父母老疾，且无坚丁者免征。你家只1名男丁，怎会入伍？原本他阿爷还在，听说儿子战死，没几日也走了。养病坊没给银子？原先给，后来小满他爹一走就停了。6级房呢？也没去问。也不给，说我们拿过养病方的钱，就拿不了这头，左一趟右一趟跑，最后都没着落。那100来户大多如此，隔得又远，腿脚坏了，跑几回也就不跑了。阿妈，我们今天还能寻到吃食吗？不要送走福宝，他从前救过我的性命，他是我唯一的伴儿。等等，要不你们跟我们回去？不成。二嫂嫂，同情这对祖孙容易，可他们身后还有300来张嘴，今日带回去，明日全找到侯府门前，燕家养得起吗？那怎么办？从官府解，您先别管，回去我同侯爷商量，先应付眼下。过几日朝廷会在这边施粥，称一称。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还有这几日别睡庙里、破屋里，尽量睡露天宽敞处，远离墙根，多备清水。
您这是？照做就是。我是大将军的三儿媳，这位是我二嫂嫂，我们都是燕家人。今日的事别对外说。大将军虽没，你们家中男丁为国殒命，燕家断无不管之力，最迟1月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三弟妹，你方才叫他们别睡屋中多备清水是何道理？就当有备无患吧。恩人姐姐，求您收下福宝，不少人一心想驱赶他，我没办法护住他，留在我身边迟早会被赶走。你要把他给我，我可以去讨饭，要到铜板马上给您送过去，行吗？我先替你养着，等你有银子了再来接他走。一言为定。福宝，你先跟恩人姐姐，等我攒够银子就接你。别动，你的小主子会回来接你。姑娘，这狗还挺通人性，我来抱吧。你这狗东西还认人？罢了，我先抱着，回府。嘘，蠢货！不是说你养病坊与6级坊同属户部，职能不清。养病坊说该6级坊管，6级坊又踢回养病坊，反复推诿，才成今日局面。那依侯爷之见，此事是上报朝廷，还是报给户部？你知道这里头的分别？报朝廷，2坊官员必遭罢免，户部尚书也脱不了干系；报户部自行处理，2坊官员可罚可不罚，户部尚书却要承侯爷一个大人情。深闺养病，倒也没把脑子养坏。事关300张嘴，不能只图痛快。那依你之见，是朝廷还是户部？若依妾身之见，该报户部。一来户部尚书会承侯爷人情，二来户部处置比朝廷快得多。你急什么？妾身向那对子孙保证过，1月之内必有回音，私心里盼着快些。一切尚未应对，你便敢许1月之诺？若不许，只怕当下就会有人上门。你倒是聪明。那此事全仰仗侯爷，妾身告退。公子，户部近来正因败仗不肯拨军粮，少夫人这回倒抓住他们一个大把柄。你这少夫人叫得倒顺口，属下只是实话实说。照他的话做，令把燕家10年救济养病坊之事传出去。属下明白。花了10年银子，也该有10年回报了。姑娘，这狗儿像疯了，刚醒就跑来跑去。地龙翻身前兆，鸡犬生乱。玉露，马上去承恩侯府，告诉表姐，我明日想邀她和几位姐妹去芒山寺上香。明日？后日就是大将军他们出殡，姑娘这2日出门，怕惹闲话。正因后日公爹病期，我才要先去庙里为他们求一个平安。若言平时极少走动，哪有什么好姐妹？这是我们姑娘原话。芒山靠着仙帝陵，她是想找人壮胆。小婵，拿我的帖子去蒋家谢家，就说我明日上香，邀他们作陪。是，回去告诉他，明日我陪他。等久了吧？这位是南平伯独女谢瑶芝，那位是司天监蒋监主的妹妹蒋怡，都比你小些。谢妹妹、蒋妹妹，见过安宁侯夫人。不必拘礼，若不嫌弃，唤我名字便是。那瑶芝斗胆，唤一声楚姐姐。斗什么胆？平日可没见你这么装样。谁让你总说楚家表妹身娇体弱，我怕吓着她。阿弥陀佛，来的可是燕府家眷？正是，不知大师是？老衲即何寺僧众，深受大将军驻边退敌大恩，此番恩故前来，理当为谢。还请几位随老衲入寺。芒山寺的师傅竟亲自相迎，
多谢大师。瑶芝姐姐，你不抽吗？不用了，我又不求什么，外面等你们。我的签文出来了，上签，太好了！兄长定能身体安康，长命百岁。人心好恶，苦不长，好生毛羽，恶生疮。天，是下签。薛姐姐别急，肯定姐错了。你堂堂承恩侯嫡女，谁敢三心二意？这姻缘签不是给我求的，是给我娘。表姐，签文一家之言，不可全信。姑母身后还有楚国公府，父亲不会看着她吃亏。这些日子父亲常不在府上，我就是担心，才听娘求一支。三少夫人，您要不重抽一支？佛前求签，哪有重抽的道理？大师，先前那支签有何不妥？请三少夫人随老衲来。敢问三少夫人求的是什么？夫君前程。那便对了。王神劫煞祸非轻，机关算尽亦不成。老衲在此20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凶险卦象。大师，这是否说我夫君未来一无所成？前程只看流年，再远看不见。王神劫煞不亚于七杀破宫，命主卦象混沌，凶险难断。佛门最信命，命真的不能改吗？一命二运三风水，许多事生来注定，但也未必不可改。前朝那位王爷本只20寿数，至今未故，想来另有妙法。此签文，还请大师保密。三少夫人放心，老衲不向外吐露一字。怎么样？大师同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。刚才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先回去。蛇，好多蛇！姑娘，你快看！管住车！少夫人小心！小心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无事，把车驶上前。可对方是外男，外男又如何？人家救了咱们，总该道谢。还得是咱们苏世子英雄救美，荒郊野岭也有这运气，羡煞我等。别胡说八道，请姑娘莫怪，廷君这几位兄弟嘴上逞能，并无恶意。廷君，这位世子，我家主子是安宁侯夫人，还请慎言。唐突夫人在此赔礼。诸位不必在意，无心之举，我不会放在心上。苏世子，刚才相救之恩，妾身谢过，只是男女有别，不便当面相谢。夫人言重，不敢。妾身3个姐妹尚在前头等候，告辞。等等。近日天象怪异，野兽乱窜，为防再有方才之事，不如由我们护送夫人们回去。苏兄这是要当护花使者，那可是安宁侯夫人。苏世子好意，妾身心领。只是我那几位姐妹尚未出阁，实不便与诸位同行。玉露，走。是。苏兄，你什么情况？怎对安宁侯夫人这般上心？你们不觉得她很神秘吗？神秘？京中贵女，见大蛇还能面不改色、镇定答谢的有几人？何况我听说
他未出嫁前久居闺阁，是楚国公府出了名的病秧子。还听说楚国公原想退燕家这门亲，是他执意要嫁。夫家遭逢灭顶之灾，他还义无反顾嫁过去，这份气节，许多男儿也不如。方才到底怎么了？那些野兽像疯了一样往外逃，还有鱼，命都不要似的往岸上跳。也许进来闷热，他们出来透气，透气会连命都不要。你们可注意到，这天儿闷了5、6日了。对，有时日光忽暗，还泛青黑紫色。我以为是我看差了，我也想起来了，夜里月异无光，有一回月影如盘，竟像有数10个互相磨荡，往西北散没。你们都见到了。鱼蛇走兽不会无故逃命，若天象地气皆异，只怕不是偶然。定是要出大事了，3位姐姐，怡儿得先回去告知兄长。蒋妹妹快去，只是要快些，明日我公爹出殡，若真有异事，也好改期。姑娘，不是要出事了吗？咱们不赶紧回去告诉侯爷？不用我们说，很快京城都会知道。送去白小阁，用这封信买一个消息。白小阁，姑娘还要当东西，咱们可没值钱的了。不当，我要知道先前指使商贩去燕家讨账的幕后之人，除了永定伯世子芦苇，还有谁？未知的危险，留不得。有点意思。阁主，若信中所言属实，可要出大乱子，咱们要不要往上报？报什么？天下人死不死，与我何干？罢了，就当我上了他这个恶当，邙山的产业撤出来。是。当真？那几处别庄，我谈过几回，一分不让，如今肯半价卖。夫人，小人确认了好几次，是真的。那还犹豫什么？全买了。夫人买不得，国公爷刚递话回来，说邙山有大事，这几日府里人不得靠近。大事？能有什么大事？像是地龙翻身。什么？消息从哪儿来的？司天监监主的妹妹今日出游发现的，同行的还有承恩侯嫡女谢家姑娘和大姑娘。楚若言，那个女人也在？是。好啊，我就说怎么突然传出这等谣言。邙山是什么地方？先帝陵寝，多少堪舆匠人选出来的龙脉，岂会轻易动荡？那白小阁买，统统买下。等风头过去，转手卖给京中权贵，又是一笔横财。夫人英明。蒋监主，这可开不了玩笑。邙山乃先帝陵寝，若真地龙翻身，天下人会如何想？听闻此次是令妹发现，会不会是小女们误会了天象？不会，当时平静侯世子等人也在，楚国公的嫡女亦在其列。若不信，大可召他们入宫见驾。皇上，当务之急不是辨真假，地龙翻身来去无踪，若今时之象已现，按古籍记载，最迟1、2日便会发生，请立刻张贴告示，撤出邙山百姓，命兵部巡逻户部备粮。九弟，你怎么看？蒋大人方才说楚国公家的嫡女也在。是，皇兄，这就有意思了。您可还记得，这位安宁侯夫人前几日才以大将军托梦为由，改了燕家出殡之期。若臣弟没记错，燕家的坟地就选在邙山，改后的殡期也在明天。皇上、亲王，小女定是误打误撞碰上了。古往今来，从未有预知地龙的先例，微臣也不认为安宁侯夫人有此能耐。二位误会了，本王是说，燕续即能托梦改殡期，是否也能托梦示警天下？
秦王说的没错，地龙翻身之兆，乃大将军托梦警示天下。蒋清，即刻以此旨意便告京都，邙山百姓撤离，诸部照办。微臣遵旨。奉旨，大将军燕续托梦示警，邙山将有地龙翻身之灾，百姓速撤。大将军托梦，那燕家明日不是要出殡？快回去收拾，别真死在山下。好算计，一群小人，不敢担责，就拿死人做文章。侯爷，您赶紧进宫吧，若明日没发生，大将军身后清明就毁了。告示贴满京城了，说与不说，又有何区别？侯爷，是我，妾身熬了鸡汤给侯爷送来。进。听厨房说侯爷晚上没用饭，妾身做了些清淡的，请侯爷尝尝。三少夫人，您都出去。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鸡汤凉了不好喝，请侯爷先尝一口。侯爷，妾身是来请罪的，这碗鸡汤便是赔礼。若非妾身胡言乱语，说公爹托梦，天子也不会把地龙之事推到公爹头上。还有呢？侯爷喝了鸡汤，是否就算原谅妾身？军营里先斩后奏是要受罚的。可这里不是军营，妾身也不是侯爷的兵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外面都在传地龙，妾身想明日回趟娘家。我问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还账、查人、帮文景，桩桩件件都在帮燕家。楚若言，你究竟所谓何来？妾身早说过，妾身是为你而来。哼，你以为我会信？你若真是单纯无脑的大家千金，我或许信几分。可是若言，你太聪明了。怎么不说话？你不是……你做什么？侯爷既不信妾身，妾身除此之外，也再没可以自证的法子。先将腰带系上。我并无此意，你堂堂楚家嫡女，没必要如此委屈自己。出去。听话示弱掉眼泪，能用的都用尽了，下一次难道真要弄假成真？姑娘可算回来了，这狗儿跟疯了似的到处跑，奴婢们都快按不住了。别怕，玉露，去请二嫂，就说我有要事相商。是不是为了地龙翻身，外头都传疯了？二嫂，这2日要辛苦你，府上粮够吗？新鲜肉菜没有，米面油备了半个月，再腾几个大缸装满清水，加派看门护院，别让宵小趁乱。还是你周到，床要不要挪到院里？公爹他们的灵柩呢？顾相家都搭军帐了，邙山离这儿远，先别折腾，叫人轮流守夜。姑娘，多亏你有先见之明，昨夜3、4拨人来闹事，全被赶走了。若燕家父子还在，3、4个人都不敢来。父亲那边可有信？楚中大哥昨夜来过，说国公爷让您安心，顾好自己。外头各家呢？顾相家搭了军帐，承恩侯府必去郊外，还有平静侯府，苏世子顶着压力把家眷带去牛棚空地，还把邙山庄园全卖了。侯爷去哪儿？
宫里来人，请三弟去司天监，说皇上要和中尉大臣一起观测地龙。观测地龙，昨日才把烫手山芋甩到燕家头上，今日又叫他去。三弟也清楚，皇上这次铁了心要燕家背锅，若真发生还好，若没有，装神弄鬼、危言耸听的帽子就戴在燕家头上。我以为三弟同你说了，他昨晚不是留你在书房里？二嫂找我有事，差点忘了正事。先不说地龙，若明日宫蝶他们出殡，是否要派人将五弟妹请回来？五弟妹姚氏出事那日哭昏在灵堂，被娘家接走，都快10多天了吧，她还没回来吗？祖母那个样子，我哪敢说？可明日出殡，她若不在，外头怎么议论燕家？她才嫁进来2个月，哭昏是真情还是借口？姚家心里清楚。那怎么办？再晚些，若一切平安，我去姚家走一。姑娘，地龙来了。蒋监主，老夫早说你弄错了，我朝海晏和亲，怎会有此灾祸？再等等，告示写的明白，是燕大将军托梦，要问也该问安宁侯。见过皇上。此座。皇兄不必，他如今不仗坐着吗？誉王若羡慕，我可以帮你。你这个死缺！誉王，注意分寸。他爹一个没头没脑的梦，害我们白熬一宿。皇兄万金之躯怎能？西南方邙山方向，地龙翻身了！燕大将军救命！求你们为民效命！求大将军保佑！皇上小心！多谢燕大将军救命，多谢燕家。姑娘，府门外全是百姓，都是来谢大将军的。邙山百姓可安置了？多亏告示发得早，大半撤出，伤亡不重。倒是誉王摔破了头，他七弟不信邪，跑去邙山别院，被横梁砸断脊骨，活该。石御史王忠诚2家也去邙山寺看热闹，差点被活埋，还有几个没寻着。不信燕家的，今日都记住了。还有个更大的好消息，小江氏昨日花500万两，一口气买下邙山80多处宅子。那今日一震，岂不是全没了？听说已经呕了2次血，父亲请张院判去了。姑娘，还真是个好消息。对了，白小阁派人传话，请您得空过去一趟，说上次买的消息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回话，待会儿我和刘叔过去。待会儿？外头还乱得很，地龙翻身后到处都是人。正因为乱，才不会引人注意。照我的话做。安宁侯夫人，我们阁主在楼上等您。刘叔，守在外面。你就是看上燕三的小瞎子，阁下就是少年白发的白小阁主，嘴皮子利索。本阁主喜欢不吃亏的人，我单名一个郎，你可叫我公子郎。若言今日来，是想问白小阁从不赊账，指使商贩去燕家要账的是永定伯那个废物儿子，给他出主意的是曹驸马。曹驸马，安圣长公主的驸马曹栋。正是。你不疑我的消息？白小阁若有误，天下便没真消息。再送你一个，安圣长公主当年小产后再无身孕，曹洞上公主不能纳妾，曹家至今无子无女。糟了，曹洞的亲兄曹阳是户部尚书，老兵遗嘱的事，6级房养病房互相推诿，侯爷还想找他处理。那你可得快些，京城正乱，最适合做暗媒事。刘叔，城西升平巷活鱼铺附近可有穷苦人落脚处？有，一座走水后的破庙，常有人歇脚。小马，阿木，大姑娘，像是被人搜过。怎么还有漏网的？不是说抓完了吗？哟，还是个大美人儿。龙哥，这瞧着不像那群穷货里的。你懂什么？有钱人家的夫人会跑这破庙，说不定是来找情郎的。大姑娘，对方人多，您先走。小满和他阿奶在哪？什么小满大满？
不如先陪陪你龙哥哥。给老子上！姑娘，请闭眼。别杀我，我们也是替官府办事。官府，赵捕头，快救我们！放肆！官府面前，岂容尔等动用私刑？是他们先混账！差爷说话，哪有你们出声的份儿？放人！你们要如何处置被抓的人？此处有歹人欲趁地龙作乱，我等奉上峰之命，特来平定。你们动手了吗？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无关之人，赶紧离开！我问，你们动手了吗？既然不走，不管是谁，今日都只能留在这儿。上！大姑娘，快走，别管我！赵捕头，你就不想知道自己的下场了？小娘子，说说看，我有什么下场？你隶属京中县衙，却替户部办见不得光的差，出事后县官不会保你。今日你能灭口，焉知他日不会被人灭口？好个伶牙俐齿！既然骑虎难下，那就只能杀！都别动！我们是安宁侯府的人。安宁侯府，燕家，这次地龙翻身，全靠大将军。燕家无意与你们为敌，你们今日所抓的是燕家老兵遗属，他们被官衙推诿，流落街头，全靠大将军拿提己银子补贴，才活到今日。我体谅诸位难处，也不愿你们回去被上峰为难，请指条明路，我们自行营救。不干了！赵捕头说叫地痞把人押去邙山，士兵在前头遇险，我们在这伤害他们家人，还是人吗？夫人，我带路。不用，那边有我侄儿，我这就让他们把人送回来。赵捕头，众叛亲离的滋味，可还好？恩人姐姐，不必跪，都回来了就好。是你救了我们吗？各位不必担心，害你们的地痞流氓已经伏法，是这些京城县衙的官爷救了你们。多谢官爷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们祖孙没命了。那些地痞还想欺负翠儿姐姐，多亏官爷赶到。我真不是个东西，燕家大恩，有恃无忘。你还想干什么？刘叔，放了他。你当真放我？户部差事办杂，县衙也回不去，你已无路可走，我何必拘着你？夫人，求夫人救我！福宝在将军府，你们想去看看他吗？想。贵人，这不好吧？相识一场也是缘分，走吧。姑娘，您既放过那些官差，为何不救赵捕头？那些人是听令办事的族子，赵捕头不同，他为往上爬，要把300条人命踩在脚下，我为何救他？赵捕头死了，曹阳不会让他活着指证自己。恩人姐姐，你们平日就做这个出门吗？比我睡的狗供大多了。别在贵人面前胡说。刘叔，你说我若是……姑娘可别，曹家根深树大，曹阳是户部尚书，他弟弟曹栋又是安圣长公主驸马，稍有差错，不止燕家，国公爷在朝堂也被动。京城权贵哪家不是沾亲带故？难道因此就忍气吞声？姑娘，放心，我会徐徐图之。
曹家老夫人是不是快贺寿了？是有这事，只是顾及燕家丧事，约莫要等大将军他们出殡后。多谢大将军！是我呀，福宝，你还好吗？安顿好阿嬷和小满。二少夫人地龙翻后就被老太君叫去寿安堂了，还没回来。你们大房一向看不起二房三房，地龙翻身这么大的事也不说，当着母亲面，我要替我家老爷问一句，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们当亲戚？是啊，大伯兄托梦地龙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也不知会我们芒山庄子损失惨重。二婶婶、三婶婶，其实这事儿还真怪不得我们。三弟妹，你来了。二婶婶、三婶婶，地龙醒得突然，我们确实来不及一家家告知。不过司天监的告示贴满京城，莫非你们府上竟没一个人瞧见？这告示自看见了，既看见了，为何不早做准备？看来三叔三婶家底殷实，并不在意那几处庄子。长辈说话，哪有你这个心腹插嘴的道理？您问的是大房，大房除了二嫂，便是我这个心腹。难不成二婶想同婆母的牌位去谈？母亲，您瞧瞧，这媳妇哪有半点规矩？规矩？她能看上那个孽障，又能有什么规矩？母亲说的是还能是谁？害死父兄，擅改病妻，如今老天都看不过去，偏选今日地龙翻身，这不是他的报应是什么？祖母，地龙乃天灾，不可胡言。大胆，你敢顶撞祖母？母亲，走，咱们告御状去。三弟妹，丑话说在前头，谁把老太君接出门，日后便由谁给他养老送终。我不用谁养老送终，我就是死，也不要死在这个地方。既然祖母住不惯，是去城郊旧宅，还是燕家庄上？什么？你敢赶我去那种地方？三弟妹，只怕不妥。再妥当不过。祖母可能不知，这房中每件器具皆是花大价钱置办，譬如这前朝青釉瓷杯，便值100两。100两？祖母这一屋摆件，少说2万两。既然祖母节俭，不爱这些，孙琦只好请祖母出去小住，待这里恢复原样，再请您回来。你还要把东西搬走？这么多东西，你要搬去哪儿？随便找间空屋放着，刚买的，丢了可惜。侄媳妇，婶婶方才说错了，东西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让给婶婶。好侄媳，三婶家正缺矮桌，那张黄花木炕桌可否？你们简直无耻！祖母，想清楚去哪儿住了吗？快请大夫！到底还是舍不得这儿。小少爷今日又有什么事？莫不是又在广文堂惹了麻烦？哪里，我可乖了，才不惹事呢。那这会儿来做什么？喏，送给你。我在广文堂听说了，芒山地龙翻身，倒了好多屋舍。要不是你和三叔叔改病期，我爹和祖父他们的坟肯定也毁了。我爹以前教我要知恩图报，所以我专门买桂花糕来谢你。小少爷不装的时候，倒也挺乖。三叔叔，最近有没有好好读书？有，我会背《论语》了。三叔，我背给你听。好。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
哭什么？公子回京后几时这么松快过？我是想，若世子爷还在，看见这一幕，该多高兴！大将军和世子他们的坟址重选了吗？定了，护国寺旁空地，公子早先选中的那处。礼部绕一圈，还是回来了。日子呢？3日后，苏荷香快阴镜再脱，尸身怕要放坏。我立刻准备。三弟妹，你来的正好。出殡定在3日后，我要去姚府请五弟妹回来，你能陪我一道吗？姚家还没松口。姚夫人称病，五弟妹事迹已经拖了好几日，如今病期定了，她身为燕家媳妇，不能不回。走，今日无论如何也要把话递进去。原来是安宁侯夫人和二少夫人到了，实在不巧，我们夫人身子不适，二姑娘也在市集，不便见客。可好几天前你们夫人就病了，怎么还……夫人身子弱，几日不痊愈也是有的。二位夫人请回吧。公爹和几位兄弟病期将至，我们来请五弟妹回府尽礼。这事还得等我们夫人病好了再……姚夫人若执意如此，那我们只能在贵府门前请五弟妹了。安宁侯府出殡，姚家还瞒着媳妇儿，这要传出去可不好听。安宁侯夫人、二少夫人，是奴才会错了意，里面请。你们的来意我知道了，大家废话少说，我女儿不可能跟你们回去。姚夫人，五弟尸骨未寒，哪怕有什么打算，也等他下葬后再说。当初这门亲事我就不同意，燕五郎不过是燕家的养子，凭什么娶我女儿？如今人没了，还想把晴儿绑在燕家？姚夫人不让五弟妹回去，是因当初不同意亲事，还是因觉得燕家要败落？你们也是燕家媳妇，看不明白吗？燕三郎瘸了腿，空顶个侯爵，燕家早晚败。你们还年轻，真要守着牌位过一辈子？五弟妹，公爹和五弟3日后出殡，五弟的陪葬品还等你挑，你跟我们回去好吗？他不会回去。送客。姚晴，你忘了吗？你刚过门病重，是五弟爬上护国寺后山替你采肉灵芝，你半夜说饿，他翻墙去望霜楼给你买红烧肘子，做人不能没有良心啊！五郎，母亲，求您让我回去送五郎最后一程，女儿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混账！来人，二姑娘悲痛过度失了神智，关回屋里，没我的命令不准放出来。慢着，我教训自己的女儿，轮不到外人管。姚夫人要教女儿自然可以，但五弟妹已嫁入燕家，就是燕家的人，她要回去无人可拦。好啊，你这是要在我姚府抢人？三弟妹，姚夫人想清楚，燕家满门为国捐躯，多少双眼睛盯着。今日我们在姚府出事，姚家脱得开身吗？再说，您强留五弟妹没有过明路的文书，她仍是燕家儿媳，日后相看再嫁，谁敢接？你有法子让燕家给放妻书？没有，但若今日五弟出殡，他不回去，那封放妻书永远不可能有。母亲，女儿知道您都是为我好，求您就这一次，先让我回去。可什么？你娘还没死呢！安宁侯夫人，希望你说的是真的。出殡后，燕家能给他一封放妻书，还他自由身。二嫂嫂，府上怎么样了？祖母还好吗？放心，都没什么事，只是五弟的东西还等着你回去收点。多谢三嫂给我这个机会，若不是你，我今日走不出姚府。一家人不说这些，无论以后如何，眼下先把丧事办好，让大将军他们漂漂亮亮的走。五少公子的东西备好了吗？备好了。五少夫人选了五少公子生前最爱的洞箫，还有他的肋帕。大将军和夫人那边，老太君也亲自放了物件。世子爷的呢？孙少爷放了当年世子爷亲手做的木雕，只是侯爷那边还没动静。是文景没选好。是侯爷，我亲自去。侯爷，
10年前，我第一次爬这棵树，被父亲罚10军鞭，大哥替我挨了8下，半个月没下床。伤好后问他为何多管闲事，他不答。夜里又带我爬上来，那晚风很大，月亮很圆。我骂他想死别拖累我，他笑，说兄弟有今生没来世，闯祸当然一起，还拍着胸口说只要他在一天，就永远罩着我。你知道他最后怎么死的吗？敌军攻城，他拼死杀出血路，说送我出城求援。等我离开，他砍断绳索，断了唯一生路。他身中21刀，剑伤枪伤不计其数。敌军为找我，砍下他的头，挂在枪尖上游遍12城。彦章，你知道我这2条腿怎么断的吗？是我自己敲断的。12城关关设卡，可谁会查一个瘸腿乞丐？我就那样一步步爬到虎牢关。处事，或者该叫你夫人。我今日告诉你这些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从前心悦之人早死了，今活着的只是该死之人还没死，你不必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彦章，三叔、三婶婶也在啊。这是从我爹房里找到的，应该是他想给你的新婚贺礼。字还是这么丑，有没有很惊喜？是我给3弟妹准备的礼物。燕小征就祝你如同此剑，涌入剑鞘。燕家忠烈，我怎能下得去手？但愿苍天垂怜，让安宁侯永远安宁。辞令，起官。我来。三婶，燕大将军走好，满门忠烈，魂归故里，你们的恩德，百世流芳。公子，百姓都来送将军了，让父兄好好走。去吧。住手！本官户部尚书曹阳，奉皇命，请安宁侯移驾大理寺。胡说！皇上怎会让公子去大理寺？不过有桩要紧案子，要安宁侯配合。什么案子非要今日问？今日是大将军出殡，大人先让将军下葬吧，求大人开恩。天子谕令，谁敢违？曹大人，敢问谕令可有说即刻前往？你是？妾身处事若言。原来是楚国公嫡女，皇上确未明说，但既未明说，请大人通融，先与我公爹婆母和几位兄弟下葬。你陪文景一块儿摔？我不敢，还是不愿？三婶别怕，祖父和爹爹会保佑我们的。关城门，请安宁侯移驾。彦章，护好燕家。三叔，他们要把三叔带到哪里去？我要去找三叔。叶文景，你爹尸骨未寒，你祖父还躺在这里，你要让他们走都走不安心吗？方管事，队伍继续。二嫂嫂扶文景打翻，五弟妹与我护送牌位。今日无论如何，送公爹他们走。今日燕家举丧是亲朋，改日来府上喝水酒是仇敌，也请让出条路，否则不管燕家如何，我楚若言必不罢休。二郎，燕子，说好去王双楼吃肘子的，你给我起来啊！落坟土。燕征，在你回来之前，我一定护住燕家。三少夫人，嘘，
方管家有事。老奴想求您一件事。今日7口关，您也看见了，有6口是燕家的，另一口不是葬10万燕家军。殉难将士自有家属领回，那口空关是少公子留给自己的。大理寺请人，老奴不怕。少公子若想脱身，自有法子。老奴怕的是他自己不想活了。他不会。他回来后在陵前跪了几日几夜，滴水未进。听闻您要嫁来，才肯进食。可今日落关，他还是把那口关带上了。少夫人，求你想法子再见他一面。燕家只剩他了，不能求死呀！我会想办法。少夫人，姚家来人了，说要接武少夫人回去。这么快？姚家也太不近人情了。让他们等着，我要先见五弟妹。三嫂子想问什么？问吧。恐怕今日过后，我们也再没见面的机会了。你母亲急着同燕家划清界限，是提前收到了风吧？五弟妹，看在妯娌一场，告诉我到底为了什么？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只听爹爹说过，与三哥、安宁侯有关。燕征、函谷关。姚二姑娘，再帮我一个忙，把你父亲平日交好的官员输一份名单给我。你想顺藤摸瓜，可你为何不回楚国公府问你父亲？他是皇上近臣，又宠你，必定知道。那你为何要离开燕家？我们一样，都不想连累娘家。姚家只是3品武将门第，经不起那些大人物一指头。名单我明日送来，但你答应我，无论如何不能供出姚家。多谢姚二姑娘。其实我更喜欢你叫我五弟妹。告辞。玉露，咱们手里还剩多少银子？办完丧事也就3、4万两了，够了。去书斋买名师墨宝，越珍惜越好。还买？姑娘，您陪嫁铺子都赚了，再这么花，咱们1分钱进项也没了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眼下顾不了那么多，去办。3万两就换来2幅，他们说是前朝10几年的孤品，奴婢也不懂。无妨，备车，按名单拜访。安宁侯夫人，我们也是道听途说，好像有人检举说安宁侯泄露了函谷关城防。谁检举的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夫人快走吧。少夫人，可探到什么？有人检举侯爷泄露函谷关城防，现在必须见他一面。怎么见？大理寺围得跟铁桶一样，除非有5个我这样的身手，否则都是送死。少夫人，承恩侯府来人了，快请进来。表姑娘，昨日国公爷送来手书交到夫人手里，夫人本想让我家姑娘转给您，可被侯爷发现，撕毁了大半。今日起还不准夫人和姑娘出门，奴婢只能偷送这一角来。操！如今大理寺卿是谁？大理寺没有寺卿，前任过世后，朝中为这个位子死了3、4个人，皇帝震怒，暂且搁置。如今好像由户部尚书兼着。难怪昨日来拿人的是曹阳。少夫人，曹阳是天子近臣，所以才更要见他。孟阳，去打听曹老夫人寿宴几时开，何处设。后日曹府设宴，4时迎客，未时开席。京中名门都收了帖子，唯独没有燕家。这不是明摆着断咱们路吗？拿不到帖子，总不能翻墙进去吧？李照备。可帖子我来想法子，你们只管备一份曹老夫人挑不出错的寿礼。姑娘，没事，去取瘟神医留下的药。只剩5、6颗了，国公爷派去找瘟神医的人还没回来。姑娘，要不仍按先前延2月1服？先前少服才会发病，眼下燕家撑不起我倒下，每月1服，挨过当下再说。备车，再传话给刘叔，让他在鬼市等我。姑娘要去白小阁。曹家不递帖子，就找能递路的人。大姑娘，安宁侯的事，老奴听说了，您也要保重身体。眼下还不是保重的时候。安宁侯夫人又来了，买消息
还是我要见你们阁主。楼上请。小瞎子，你倒不见外，隔三差五往我这儿跑，真把白小阁当娘家了？请公子助我。哼，助你什么？曹家，侯爷被检举泄露城防通敌叛国，我至今不知细情。要进大理寺见他，唯一的路只能从曹阳身上找。你想借曹老夫人寿宴接近曹阳，再想法子进大理寺？是。法子不错，可我为什么帮你？第一次你拿陪嫁庄铺交易，第二次是邙山地龙翻身的消息，这一次呢，小瞎子，你能给我什么？燕家。公子若肯相助，事成之后，我可保燕家无条件助公子一次，无论何事。无论我要什么都肯给，哪怕是人。是，只要那人愿意，公子自可带走。小瞎子，你这可不厚道。燕续、燕心死后，燕家有意思的也就剩个燕三，可本阁主没有龙阳之癖，所以燕家入得了我眼的，就还剩下你。多谢阁主厚爱，但若言姬家燕家，生是他人，死为他魂，不敢再投他人。一个条件，我现下没想好，想好之后你必须为我办到。好。先前府中书录忘给贵府下帖，老夫人特命小的送来赔礼，还请三少夫人赏光赴宴。三少夫人竟真成了，这曹家可不是寻常人家。三少夫人，您可算回来了，老太君请您立刻去寿安堂。收好，刘叔随我去。孽畜！你夫君刚进大理寺，你就忍不住出去找男人，跟燕三一样不是好东西，败坏燕家名声。母亲别气坏身子，今儿我和三妹妹去鬼市，偏巧撞见侄媳进酒楼，上了顶楼。三妹妹，你可得作证，是真的，里面还传出男子声音。原来二婶婶、三婶婶还有跟踪人的雅兴。你同谁厮混我不管，但不能顶着燕家三少夫人的身份坏我儿名声。来人，传纸笔，立马写休书，把他赶出去。休书只有我夫君能写，他此刻身在大理寺。怎么，祖母有法子救他出来？想清楚，这盏20两，砸了还要花银子买。你与人厮混在前，三郎知道也必休你。二婶婶亲眼看见了，那我倒想知道我厮混的是谁。可你确实见了外男。三婶婶没见过外男，府上护卫、门房、马夫都是女子。侯爷身陷龙狱，我等正设法营救，你们帮不上忙就别拖后腿。谁再无事生非，别怪若言带侯爷行家法。刘叔，请二婶婶、三婶婶走。好，你威风得很。侯爷回来前还望祖母安生待在寿安堂，否则我只能送您去城郊宅子静养。好，我就看你们夫妇玩出什么花样。少夫人，礼已经送上了。曹老夫人在哪儿？姑母当年与曹家有旧，若能请曹老夫人出面燕家的局，或许还能多一份转机。哟，这不是楚家大姑娘吗？不，如今该叫安宁侯夫人了。听说燕家出了大事，已经还有心思赴宴。帖子是曹家下的，邹姑娘若觉得我不该来，还得请曹家收回请帖。顾姐姐，你看我没说错吧？若兰总说在家里被他欺负，果然牙尖嘴利。楚若言，你都嫁人了，怎么还不知礼数？邹妹妹也是好心提醒。好心？当日燕家停灵，怎不见二位前来祭拜？失陪。蓉儿姑娘也有话说，夫人误会了，我只是听说安宁侯被叫去大理寺问话，想请教他回来了吗？多谢蓉儿姑娘挂怀，大理寺大概尚未问完，侯爷至今未归。蓉姐姐，你同他说什么？我们走。顾姐姐，飞燕，
安宁侯夫人，你什么意思？竟敢推顾姐姐下水？你胡说，明明是她自己。楚若言，我不过与你拌了2句嘴，你就推我下水，当真歹毒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曹夫人，是顾姑娘自己滑倒。曹夫人，这里还有第3个人，为何不问问她？蓉姐姐，你可要想清楚，方才我没有看清。蓉儿姑娘没看清，本宫倒是看清了。长公主千岁千岁千千岁。飞燕，你自己落的水，为何要怪到旁人头上？长公主，是飞燕错了，求公主恕罪。公主恕罪，公主恕罪。你们冤枉的又不是本宫，为何求本宫恕罪？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冤枉你。安宁侯夫人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们这次吧。长公主，顾姑娘和邹女子一时慌了神，想必不是有意。既如此，那便罢了。安宁侯夫人，你随本宫来，本宫有几句话要同你说。不错，原还担心你这世家女经不起风浪，如今看来阿远这门亲事定得好。多谢长公主抬爱，三郎能得你为妻是他的福气。你今日来曹府，应有要事，本宫或许帮得上忙。多谢长公主。若言今日只是收了曹家的帖子，并无十分要紧的事，倒是本宫小瞧了你。也罢，看在阿苑的面子上，你和三郎日后有事可来寻本宫一次。多谢长公主。姑娘，您不是正愁见不到曹老夫人吗？为何不请长公主帮忙？长公主的人情，你还得起吗？可她与谢夫人交好，若真想帮燕家，侯爷出殡那日，她为何不到场？楚大姑娘，老夫人请您进去。若言见过曹老夫人。你就是静儿的侄女儿，快走近些让我瞧瞧。好，好，眉眼果然与静儿有几分像。姑母也时常念着您，总说样样都好，只少了与您做婆媳的福气。可惜杨儿没成亲，栋儿和公主也无子嗣，否则我真想同你们楚家结这门亲。老夫人，这位楚大姑娘已经成亲了，如今是安宁侯夫人。哦，是吗？是，妾身夫君因一些事，现被曹大人留在大理寺。大理寺？那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？去，把老大给我叫来，就说我有事儿找他。是。母亲，您唤儿子何事？你见过曹大人。你什么你？多大的人了，连礼数都没有吗？安宁侯夫人，这还差不多。杨儿，这楚丫头就是我之前同你们说过的静儿的侄女儿。当初静儿与你缘牵一面，如今她侄女儿求到我跟前了，你说吧，要怎么帮？母亲，这事儿不是儿子说了算，是皇上。你别拿皇上来压我，我又不是让你放人。楚丫头只想见她夫君一面，你堂堂户部尚书又兼着大理寺，这点小事也办不成？母亲，别叫了，直接说能不能办？儿子想办法就是。楚丫头，你莫担心，他一个大官，安排你见个人还不是小事一桩。你留下陪我用饭，稍后让老大亲自带你去。多谢老夫人。母亲，寿宴快开始了，宾客都在前头等着。日后常来，别同我生分。安宁侯夫人真是好手段。大理寺被曹大人守得铁桶一般，又不准外人探视侯爷，妾身没有办法，只能搏一搏。你给我娘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或许是爱屋及乌。曹大人答应了，明日亥时带姑娘去见侯爷。太好了，要准备什么？我马上去办。干净的水，清淡饭菜，再备些金疮药，别多。进去前必会搜身。少夫人，属下能不能陪您一道去？公子进去2、3天了，属下实在……三婶婶，是不是可以见三叔了？我要去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三叔还没回来，你就打算先把自己累死吗？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带上我，我怕三叔会像爹爹一样突然就没了。三婶婶是去救你三叔的，文景还小，去了帮不上忙，乖乖在府里等，好吗？
真的能救出三叔叔吗？你三婶婶何时骗过你？好，那就听话等着。曹阳不会给太久，所以每一句都不能白问。安宁侯夫人，这边请。走。夫人穿的单薄，要不要回去添件衣裳？不必，请带路。夫人，我家大人交代，只您一人进去，一顿饭功夫，请抓紧。少夫人，孟侍卫在这等我。是你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没事，叫文景别怕，最多1-2月。1-2月？侯爷，这是血，他们对你用刑了。他们敢动你，便是上面点了头。你还以为你熬得过1-2月？死不了。您死不了，文景、孟阳，整个燕家都要脱层皮。妾身只是一介女流，担不起燕家这么大摊子。您说让我护好燕家，妾身如今只能还给您。想问什么？问吧。函谷关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有人泄露城防图，才让大哥城破身亡。是谁？安宁侯夫人，快跟我走！誉王来了，要马上提审安宁侯。公子，带他走。来不及了，跟我来。前头犯人挖的，还没来得及报。快！曹毅，你不跟在曹阳身边，跑这儿做什么？誉王殿下，我家主子担心安宁侯安全，派小的来查看。安全？他一个瘸子，有什么安不安全？难不成还能学老鼠从地底下爬出去？本王今晚提审人犯，来啊，把人给我拖出去！誉王爷，安宁侯腿脚不便，要不就在这儿审吧。你今儿个发什么癫？怎么还帮这瘸子说话？哦，本王知道了。曹阳是怕人死在大理寺，他不好交代。也罢，你先滚，本王就在这儿审。燕三郎，别装蒜，皇兄派本王做主审官，意思还不明白？乖乖招了，免得受罪。给人犯醒醒神，叫他知道主子问话是要回答的。安宁侯得罪了。废物，滚开！燕瘸子，本王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到底如何指使阿娇偷盗城防图？阿娇，阿娇，她死了吗？你倒巴不得她死，可惜皇兄派张院判日夜医治，总算救回来了。那么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，你毁她的脸，剁她的手，偏偏忘了割舌头，叫她逃出来，当面指证你。望双楼孤女酷似荣善，随军出征，城防图被盗，函谷关大败。怎么不说话？无话可说了。你因记恨燕家薄代，竟把父母兄弟全送死在战场上，六亲不认的畜生！若非关在牢里，本王还真忌惮你几分。你最好劝他活久一点，活到我亲手让他挫骨扬灰。你还是先想想自己。皇兄，你父亲旧部龙武军、黑甲军，满朝武将都看着呢。燕征，只要你招，本王可请命留你全尸。皇兄等着要结果，不行的话，家伙都拿出来。那人不能死，火候掌握着，实在不行，先拿供词。性变，出去就全完了。安宁侯，您别怪我们，大家只是听令行事。等人昏过去了，再拿供状。这鞭子7、8斤重，看他还能硬到几时！娘的，终于昏过去了！
快50遍才到，头一回见。小心撞子！坏了，快再写一本！来不及了，字儿全画了。好得很，你毁得了这一张，本王下次带100张来，看你能毁到几时。燕正，醒醒，你别死，求你别死。死不了，没死就好，没死就好。害怕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走远些。金疮药不能服，外面看得出。先吃止咳丸，药我藏暗壳底下，还有馒头干粮都是我备的。文景和家里都好，我会照看。燕征，你一定保重。孟阳呢？他刚才险些冲出来，我把他打晕了。无妨，做得好。还有什么要我们做？去查阿角出来后找的谁。是我。天哪，他们竟敢动大刑！安宁侯夫人，陈誉王走了，我带你们出去。好，只是同我来的侍卫昏过去了。昏过去？这燕家男人怎么比夫人还不中用？没事，你跟紧我，若有人问，就说他晕血。多谢。誉王酷刑施压，逼不出半句屈从，他以残躯击碎构陷，守得住清白。我定暗查阿娇踪迹，深挖幕后真相。风波未平，棋局未落，我必为他撕开重重黑暗。